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这一次的 KVK 途中，其实我比较常遇到有观众问我，到底激战行军要怎么用？因为这一次 KVK 最常用到的台词就是 using attack march。那也就顺便跟大家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在这一次的 KVK 我会时常用到激战行军，为什么以往不会用到激战行军。不过首先教大家如何去使用激战行军，你必须要先去设置，然后把激战行军点开，然后回到你的游戏界面，只要你点击地上就会出现这个框框，然后你们就可以用激战行军了。但是这个是比较慢的方法。那如果你们在打仗的时候肯定没有这么时间点那么多个步骤，最好是用一个方法就可以快速的去操作。那么你们就必须要先把快捷战斗点起来，然后用多选的功能选择你要操控的部队，又或者是你把全部部队都选起来，接着只要长按地面就可以了，不管是移动设备还是电脑都是一样。但是电脑版有一点不同，就是需要点击左键。不管是不是使用激战行军，只要你的电脑版勾选了快捷战斗之后，都是需要用左键来操控。有开启快捷战斗跟没有开启快捷战斗有什么差别呢？我演示给大家看。当你没有开启快捷战斗的时候，你的画面缩小是没有办法操控的，你一定要把画面放大，并且点击地上的时候才会有激战行军。这样操控步骤会比较多，也比较麻烦一点。但是如果你们想要方便的方法，就是把快捷战斗开起来，然后勾选你想要操控的部队，只需要长按地面就会发动快捷战斗。不管是把画面放大或者是缩小，只要长按就可以了。不过你们要确定的就是你们统帅的角要变成紫色，绿色的话就代表你们没有发动到激战行军。为什么在这一次的 KVK 战斗中一直使用激战行军？首先就是我们的野战要往前推进，因为现在的游戏版本有很多玩家都会选择拉扯。当然我方的部队也是在拉扯，因为激战行军它的攻击方式呢是攻击最靠近的部队，也就是说就算敌人拉扯也好，你的部队只会攻击比较靠近他的部队，而不会因为敌人拉扯往后撤的时候，你们跟着追进去他们的杀人丘里面。再来你们可以注意看到，当你们开启激战行军之后，你的部队会另外去攻击别的部队，它不是在专注攻击一个部队而已。就比如说这个画面，我是派出了7个部队，但是你们可以注意看敌人的头顶上是已经出现了血量，这里大概有6个部队。那你们要理解，大多数的玩家只要看到自己的荧幕画面变成红色之后，他们就会往后撤。虽然我不能保证这边攻击的6个目标都不是来自同一个玩家，但是至少有机会是来自不同的玩家。假设这边6支部队刚好是来自3位不同的玩家，那至少我可以逼退3个玩家往后撤。如果操作比较厉害的敌人可能只是会把其中一个部队往后撤而已，那至少也可以逼退6个部队。所以这个情况也算是心理战了，就是挑战对方他敢不敢撤退，除非对方是不怕死，就算画面变红色了也不撤退，否则这个方法其实还是蛮管用的。下一个使用激战行军的地点就在于我们在派出了集结之后。因为正常来说，当你们去攻击旗帜或者是要塞的时候，肯定敌方他们会派出一些部队去填补旗帜或者是要塞，但是增援部队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你可能还来不及反应过来，他就已经进入旗帜里面。但如果你们开启了激战行军，一直在旗帜或者是要在附近走来走去的话，那么敌人就不会这么容易的进去旗帜里面，就算进到旗帜里面，可能他的部队血量就会降低一点。而且是已经测试过了，这个激战行军的反应其实是比起你用远程还要更快。而远程就算要射击那些从城市里面出来的部队呢，都需要反应1-2秒左右才会开始射击。但如果你们使用激战行军，只要跳出城市的那些部队靠近你的部队，它就会自动攻击了。那这个功能是为了防止敌人去增援部队。还有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当你们要压着野战的时候，像我现在画面的情况这样子，我要帮忙压着野战，不要让野战部队靠近旗帜，同时间又要去增援集结。那因为我开激战行军的时候，我点击的目的地呢是在敌人的后方，所以我的部队会一直在附近这边绕来绕去。除了使用激战行军去挡着敌方部队之外，我还可以同时间去增援集结。不过各位要记得，如果你们是有去增援集结的话，记得把快捷战斗关闭之后才点击集结，再加入你想要加入的部队，并且那个部队呢不能在激战行军的状态，你可以把它拉到一边，可能靠近你的集结，然后再填进去。我用那个画面作为比喻，比方说采集点是集结，然后你剩余的部队开启了激战行军。那假设说你在集结里面的部队已经是没有血量了，那么你可以先把一队部队拉靠近集结，
然后另外的其他部队全部都开启激战行军，在集结附近来回跑，关闭快捷战斗，然后把你在集结里面的部队拉出来，再把你要换进去的部队放进去，接着再开回激战行军，然后又继续在集结附近来回走。这个就是操控方法。还有激战行军的好处就是，如果你懒惰要去操控部队的话，用这个方法确实是不错的。再来就是追击敌人的时候，其实还蛮好用的。又或者你担心在你派遣部队的路途上有敌人的话，也可以开启激战行军。那么激战行军我大致想到的好处就只有这么多，接下来是坏处。那其实这个激战行军也是有很多诟病的地方。那首先激战行军因为是系统在帮你操控，所以不能攻击你想要攻击的目标。可能你会想要你的部队往左边打，但是他会突然去往右边打，因为右边的敌人比较靠近你的部队。就比方说这个画面，你们可以看到我的部队是分散了。甚至我在之前有说过，激战行军就是自杀模式，因为你的部队会直接冲入敌人的人群中，如果你操作不当的话。就像你们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，我的工兵跑到最右手边去了。那其实我只是想要他在中间这个位置打架而已。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想要使用激战行军，又怕你的部队会卷入敌人的人群之中的话，你就必须要自己手动去操作，又或者是很仔细的去观看。因为如果你完全不去顾及你的部队的话，你的战报会非常难看。所以我比较建议就是，如果你们想要使用激战行军，除非你是不在乎你的战报到底是赚还是亏的，又或者是你的队友也有在使用激战行军的话，你们才开启激战行军一起用会比较好一点。因为我们这一次 KVK 是有特别要求我们最好是使用激战行军，我还制作了英文跟中文版的教学，教960的玩家如何使用。当然这种情况下在先锋王国使用率会比较高一点，如果是一般王国的话，我觉得大多数玩家应该都不太敢用吧，又或者是使用的情况会比较少一点。毕竟大多数玩家还是比较在意战损的，用这个方式来操控部队你没有办法去控制，可能会让自己的野战成本再提高。还有大多数不在先锋王国的王国呢，一般开集结的时候都不会换联盟去开集结。所以如果一般王国想要模仿先锋王国当你们开集结过去，然后你的部队在集结附近来回跑的话，很大可能你的部队会中 AOE， 而且只要野战部队被驻防攻击到，你都是会直接阵亡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帮助到你们集结，反而会害到自己阵亡部队，除非集结车头他真的是会去换联盟了，这样子你们不会中 AOE。 当然有些玩家使用激战行军是逼于无奈，因为用手机画面会比较小，又或者有一些玩家比较懒惰，就会使用激战行军。以上就是我整理出来的激战行军使用方法、好处、坏处，什么场景下需要使用激战行军。至于各位有没有使用激战行军呢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